当地时间3月18号，美国主导、韩国承办的所谓第3届民主峰会在韩国首尔举行。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这一所谓峰会首次在美国以外的国家举行，但国际舆论对此十分冷淡，报道很少，参与国家数量断崖式下跌。美方也仅派出国务卿布林肯出席，而且布林肯也不是专程赴会。外界认为，他此后前往菲律宾才是这次亚洲行的重点。目的是继续搅局南海。美国民主峰会为何难以为继？为何韩国要做接盘侠？来看报道。美国主导、韩国承办的所谓第3届民主峰会18号在首尔举办，会期3天。据韩国媒体报道，首日为部长级会议，19号将进行由韩国国内和海外公民团体主导的主题讨论和研讨会等活动。20号傍晚将以视频形式举行首脑会议，预计美国总统拜登将出席。值得注意的是，与首届和第2届所谓民主峰会相比，本次峰会的与会国家数量断崖式下跌，仅约30国。美国总统拜登也没有赴韩国参会，而是派出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17号下午，布林肯乘专机抵达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据报道，他在飞往韩国的途中，还在中东国家短暂停留，讨论推动巴以暂时停火，但依旧没有任何成果。中东媒体在报道中指出，此前拜登宣称的斋月停火已经泡汤，显示美方斡旋再次失败。作为第3届所谓民主峰会的首场活动，当地时间18号，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在韩国首尔举行，主题为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及民主主义。韩联社报道称，布林肯将在这次会议上发言，之后还将举行专家圆桌会议。实际上，这场所谓峰会在国际上的存在感很低，显示价值观外交并未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还证实前2次峰会的失败。观察指出，所谓民主峰会本身就不民主，其本质是按照美国标准给各国划线分类，反映的是美国一贯的双标和傲慢。美国企图利用民主峰会再做文章，挑动世界分裂对抗，这种行径有害且危险。例如，第1届峰会就沦为幻灯片大会，第2届重点讨论了俄乌冲突，但没有拿出实质性解决方案，再次沦为空谈会。更被外界诟病的是，美国召集一众国家开会，但没有拿得出手的牛肉。第1届时，美方承诺提供约4亿美元资金，第2届承诺约7亿美元。但外界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这些资金是不受欢迎的。英国广播公司曾在报道中指出，美国通过给各国打分的方式来决定邀请名单，但执行过程却十分随意。例如，有8个得分特别低的国家受到了邀请，原因是邀请他们符合美国通盘考虑的政治需要。但泰国和越南就未被邀请，显示美方对东南亚国家的一贯忽视。此外，一些被美方邀请发言的人本身就是麻烦制造者，包括港独分子罗冠聪等。人民日报终生署名评论当时就揭露，美方动辄以香港民主的守护者自居，真实企图是以民主之名搞乱香港。今年的这个峰会呢，说是叫峰会，其实是一个部长级会议，也就是说各国来的。也就是那个外交部长或者是部长级的这些官员参加国减少，级别降低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打着民主的旗号搞的这个峰会啊，实际上越来越沦为呢一种政治工具、外交工具，这是一个为了外交、为了美国外交的峰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作为原则，中方一贯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将民主问题工具化、武器化，这种做法本身就与民主的精神相悖。林健指出，当今世界需要的不是以民主的名义来制造分裂，而是在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基础上加强团结合作，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中方愿同各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民主等问题开展交流互鉴，共同为人类民主的事业做出新的贡献。世界各国也应共同为实现和睦相处、合作共赢做出积极努力，而不是破坏国际社会的团结。今年是所谓民主峰会首次在美国以外的国家举行。美国国务院宣称，美方认为韩国主办这次峰会是积极的一步，非常自豪地将第3届峰会的领导权交给韩国。外界注意到，韩国总统尹锡悦多次宣称对价值观外交的追捧，实际上韩国是上一届所谓民主峰会的协办国家之一。
但韩国国内舆论对该国政府接盘这一峰会保持相对清醒与谨慎。多家韩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韩国举办所谓民主峰会是充当美国的马前卒。韩国金乡新闻17号发表评论文章说，带有阵营对抗逻辑的所谓民主峰会在全球范围内并无多少支持，韩国却带头宣扬美国新冷战价值观，如此做法是否有助于韩国国家利益，值得怀疑。韩国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李长熙认为，美国将所谓第3届民主峰会选择在韩国召开，表明美方意图在该地区建立新冷战体制，韩国应对此保持警惕。韩民族和平研究所所长郑旭时认为，所谓民主峰会在设立之初就被拜登政府深深打上将世界秩序一分为二、互为对立的烙印。韩国政府直接套用拜登政府对国际格局的看法，并没有考虑这会对国家利益产生何种影响。峰会开幕当天，多个韩国市民团体代表在首尔市中心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写有反对美国霸权、反对新冷战对抗政策等内容的标语表示抗议，并高喊民主峰会扩散虚假民主，谴责尹锡悦政府盲从以美国为中心的价值同盟等口号。法新社认为，韩国接盘美国的民主峰会是政治考量。韩国是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之一，美国在韩国驻扎了大约27000名美国士兵。为了应对朝鲜半岛的所谓安全威胁，韩国保守派总统尹锡悦寻求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并不惜背上耻辱外交的骂名，力主韩日和解。18号，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峰会间隙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时表示，近期美韩外长等高层互访交流频繁，充分展现出美韩同盟提升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之后的坚实性。尹锡悦还宣称，美韩同盟将在价值观同盟的信念下紧密合作。布林肯则表示，美韩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将在今年内积极推进去年尹锡悦总统访美和韩美日戴维营峰会所取得的成果。外界注意到，双方还谈到朝鲜半岛问题。布林肯宣称将不断加强对朝鲜的延伸威慑力。所谓延伸威慑，指的是韩国利用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来制衡朝鲜的武装能力。根据去年美日韩领导人戴维营会晤达成的戴维营精神，韩国邀请美国核潜艇进驻釜山港等军事基地。还有韩国媒体报道称，尹锡悦不断寻求美国核动力航母驻扎朝鲜半岛，并希望美国将战术核武器部署在驻韩美军基地内。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的新年献词中，尹锡悦透露将在今年上半年完成构建升级版的美韩延伸威慑，从源头上封锁朝鲜的核岛威胁。不少韩国学者都认为，这将进一步激化半岛局势。实际上，朝鲜方面一直以强硬对强硬来回击美韩延伸威慑。就在这次所谓民主峰会召开当天，朝鲜于7时44分许在平壤一带向韩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媒体报道称，这次发射距离朝鲜上月14号发射新型地对舰巡航导弹已经过去了33天，也是时隔64天再次试射弹道导弹。朝鲜对这个事情一直是嗤之以鼻，而且呢，就是在峰会召开之际，那么连发3枚导弹，同时在这个此前呢也搞了这个军演。当然呢，这个三枚导弹呢，不仅仅是针对韩国的这个开会，更重要的是针对刚刚结束不久的美韩大规模的这种自由之盾的这个军事演习，这样的一种以超强硬对强硬，双方都在以硬对硬的这种措施呢，使得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陷入到了一个轮番升级的这个模式。